好几天没吃热乎饭了，也不知道今儿咱老部队吃什么。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呀？我得闭上不行吗？这是我的风格。兄弟，还修呢？别修了，修也修不好。那你来修啊？我修肯定能修好啊。你是够呛了，你有完没完？死人别说话。你们这不都死了？你也别说话呀，真有意思。没法修了，这变电箱就剩铁盒了。报告，讲，目前就只有这一台柴油发电机还没坏，只能保证指挥室和信息自动化中心这2个部门的电力。那是在干什么？没有电力，水泵无法工作，只能用原始的方式集水。这电得到什么时候才有啊？供应链是1个礼拜都没法恢复。没电，那啥都用不了了，那只能用汽油灶了。猎豹真是缺大德了。缺哎，没办法呀！来，报告，什么情况？我们也不知道这井里抽上来的水怎么就变这样了。来，我们也做了防止敌人破坏投毒的安全测试，水没问题啊，就是突然变苦了。有同志反映，井里抽出来的水比这稀饭还苦。他们投的不是毒，是苯酸氨酰糖化物，就是苦精。这只需要100万分之5的浓度啊，就可以让最干净的水源变得根本无法下咽。而且由于浓度太低，所以咱们正常的检测手段根本发现不了。这也太损了！现在是战时状态。敌人对我军的水源进行了投毒，也是因为我们的防守不力，让他们钻了空子，跟你们炊事班啊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回去，告诉炊事班的同志们，现在特殊时期，让大家再辛苦一下，启用战时储备用水，给大家再做一顿早餐。哎，这要是我没记错的话，燕破月刚从新兵连出来，先进的炊事班，是不是？是。这就对了，他当过炊事员呢，所以清楚地知道这炊事班的作息时间和工作安排，并从这些经验入手，成功地对我们营区进行了一次无差别覆盖打击。虽然没有造成什么实质性伤害，但是却成功地打击了我军的士气，硬生生将我们驻扎在大本营可以吃上一口可口饭菜的优点给打平了。他这叫忘恩负义。哎，让我们清楚自己防守上的漏洞，这才是最好的报恩方法。这水井平时有专人把守，只有昨天晚上，整个基地陷入混乱的时候，这小子才能浑水摸鱼，趁乱把这苦精投入水井。如果他想让这苦精的味道最大化的延长，不断的打击我军的士气，那么就必然会做一个让苦精缓慢渗透的容器。立刻派人下井打乱。是，快点。我就说了，这水源肯定出了问题，别怨我们。就算往锅里放了20斤黄连，也没有这么苦啊！出来，来，慢点。哎，兄弟，慢点。这啥东西啊？忆苦思甜，是我军光荣传统。燕破月，这个白眼狼吃你扒外！出去这么多人，怎么还没把他抓着？快引兵！
事？又是投毒，又是迫击炮，还能不能行啊？水井附近遭到红军迫击炮的炮火覆盖，10名炊事班班长，27名炊事班战士，全部阵亡。这红军哪来的迫击炮？他们偷袭了我方的弹药库，应该是从我们这里缴的。这炊事班的伤亡已经超过了70%，达到了成建制被歼灭的程度。这样的战役可还从来没有过呀！燕扑月，蓝军特勤小队距离你开炮的位置不到600米。谢谢。我能再帮你拖延3分钟。明白。别动！燕破月和原先炊事班的老范学过布雷，这很可能就是他布的一个鬼雷。追！停！大家小心地雷。燕破月从小接受训练，在奔跑时步伐的尺寸几乎一样，可是进入草丛以后，其中11步明显变短，这表明他减慢了速度。在被敌人追击时，体力明明非常充沛，这只有一个可能。大家排成一路纵队，跟着我的脚印往前走。燕破月，蓝军的狙击手太多了，我现在完全被压制了，无法对你形成支援。收到。希望我们能一起坚持到最后。完毕。不老，像我们这样拿着狙击步枪，却打着橡皮子弹，连个草叶都打不穿，对我们来说，真的有意义吗？我们来场真枪实弹的对决怎么样？顾老，你的潜伏技术、狙击技巧，还有计算能力，都是我见过最强的。但是这些东西，在演习模拟对抗当中，你最多也就只能发挥出来6成。我想看到一个最强的你，而不是被演习规则绑住了手脚的对手。我们现在还剩下11个人，我只要留下来6个，就能将你彻底钉死。然后我再亲自带队去狙击燕破月，他现在正在被高准追得满山跑。你知道，这对狙击手来说，那可就是活靶子。我最多只需要1个小时，就能将他击毙，然后我再亲自带队回来跟你对峙。顾老，如果这是真实的战场，你仍然坚持在那里潜伏不动，那你就是眼睁睁地看着你的队友阵亡。顾老，这11个水壶，就代表包括我在内的
11名蓝军狙击手，你每打中1个，就代表你淘汰我们其中1人。同时，我会纵观全局，并且拿步话机指挥在场的狙击手。如果你被我们发现了，那么淘汰的就是你。X122Y34，对，就是那里，仔细搜索。班长，你们2个已经被淘汰了啊！这草叶就是麻痹我们的障眼法，他用刀将草叶割断，须放在草丛之上，等风变强的时候，草叶随风吹起。他就是利用了草叶随风吹起的瞬间，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，同时开枪命中目标。真佩服，太厉害了！这些东西在训练教材上根本就找不到。这怎么可能？太厉害了！记住，一个人在高度集中的状态，最多只能坚持30分钟。一旦超过这个界限，身体不胜负荷，那就会出现精神恍惚，犯下平时不可能出现的错误。因此，身体才会用恍惚、眨眼等方式，强迫我们放松，进行休息。为了身体不达到极限，被强制休息，我每隔18分钟就会闭眼休息一次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依然会拿着望远镜，身体小幅度转动，做出搜索巡视状态。现在一共过了129分钟，我总共闭目休息了7次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自认为已经做得很小心了，但是在我努力遮掩的背后，也许是动作的轻微走形，或许是调转视线的时候，移动速度过慢。总之，在我第6次闭眼休息的时候，顾朗就已经找到了我放松自己的规律，并且在我第7次休息的时候，果断开枪命中目标。就在这个瞬间，我成了一个睁着眼睛的瞎子。有些人喜欢蹲伏在高处，这样火力视野良好；有些人喜欢躲在草丛中潜伏，这样会带给自己安全感；还有些人是左撇子，更习惯用左眼射击，即便在制定撤退路线时，也习惯性选择左侧。正是因为这些细节上的差异，我们才称之为活生生的人，而不是机器。但是到了今天，我才知道，要是碰到像孤狼这样的对手，可能还没有交手，我们就已经死了。所以，狙击手是
不能有习惯和规律的。不可能啊！没看到火光，也没听到枪声。他的狙击枪装了消音器吗？他换了子弹，弹壳里的发射药剂量经过重新计算，正常的药勺、枪声跟枪眼在喷出枪管之前，恰到好处的在枪管里消耗完成。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，但是我们输了。古朗，我承认，我们输了。但是在你跟我们狙击班对峙的时候，你的大概位置已经被我方炮火锁定，他们即将在你潜伏的区域进行15分钟无差别覆盖轰炸，就算你的个人能力再优秀，也无法逃脱。报！讲，总部已经发来救援物资，今天用到。这新撒出去的搜索联队还是没消息啊？没有。
么情况？这里是军事禁区，前方正在进行军事演习，请您出示个人证件以及特别通行证。你们几位的证件？车上的物资还要检查一下。听说你们的水源让红军给端了，催着我们来救命的。是啊，这萝卜和黄瓜真是及时雨。前面一直到军营都是军事演习区，为了防止误伤，我会跟着押车，保证你们和车上物资的安全。好。你看刚才那个小兵了吗？看见那个黄瓜，眼睛都绿了。什么押车呀？还不是想提前上来解解馋。前面1公里就到基地了，我还得回去。再见。兄弟们，加把劲啊！哎，感谢。辛苦啊！再不来啊，我们可真顶不住了。同支队长呢？阵亡了。政委呢？也阵亡了。至于吗？这么激烈？秦3炮也让我们报销了。那演习还没结束？红军就剩下几个散兵游勇，应该很快就能结束。顾记者，这招呼也不打，就大驾光临啊！啊！我们就是想拍一点一线的真实素材。行，刘参谋，来，你去带顾记者转一下啊。是，不用，我们自己转就行。好，去转转。没问题。慢点啊。嗯，好。此次红蓝对抗演习是高原基地特战对抗支队与猎豹突击队的4支小队之间的较量。虽然此次比赛人数相差悬殊，但是猎豹突击队的单兵作战能力是我们武警官兵有目共睹的。目前演习已经进行了5天，蓝军损失惨重，补给所剩无几。现在比赛还没有结束，被淘汰的队员们不能离开演习区。现在我们听听他们此时的想法。同志们，开饭了！哎，这怎么耷了个脑袋呢？哎呀，没精打采的。笑一笑，对吧？那兵家常事，人生豪迈，饭得吃起来，不要沮丧，不要失望。你们已经很棒了啊！笑一笑，笑一笑。来，把头都抬起来，吃饭。下，辛苦。怎么这么少啊？这哪够吃啊？对呀，就一份压缩饼干，肉呢？兄弟们，既来之则吃之。照理说呢，你们已经是牺牲的人们了，已经不该再浪费口粮了。但是我们不忍心，我和郭奎同志奋力一搏，从活人嘴里面抠出来的呀。要啥肉啊？吃饭，豪迈点。不当家不知柴米贵，来吃饭吧。同志们辛苦了。人民服务。请问大家在此次演习中觉得自己发挥如何？我们作为后勤主养，我们确实已经尽力了。我还淘汰了1名猎豹队员。对，我也淘汰了1名。
那你如何评价自己的对手？他们虽然实力很强，但是我们大家也不弱。那你觉得你们有可能获胜吗？我们一定能获胜。我已经淘汰掉了对方的肖云杰，我方的狙击手呢，也已经淘汰掉了对方的王牌狙击手。现在整个猎豹突击队只剩下燕破月一个人了，他很快也会被淘汰。毫无疑问，我们一定能赢，对不对？对，胜利是属于我们的，是不是？是。看来我们蓝军士气高昂，越战越勇。在如此悬殊的人数差距上，猎豹最后一名队员能否突出重围，把蓝军的战损提高到50%这个终极目标，我们拭目以待。黄瓜来了，哎，水果，哎，放杠来根瓜，心情笑呵呵。哎呀，开造啊！来，一根，都一根啊，不能多拿。这干嘛呀？对呀，怎么了？不是你嘴怎么了？什么玩意儿？嘴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流血了。不是我流血了，黄瓜流血了。我也流血了。我已经只换个人了，你都别学了！吐了！水！这水有问题，水是苦的。可以联合，找点盐去回去吧。快去找盐，我。赶紧拿去化验。是。我们运过来的时候还好好的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在路上就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吗？有你们一个兵在路上拦住了我们的车，提醒我们已经进入演习区，为了保证我们的安全，还随车押送了一段时间。你看看是不是这个人？对，就是他。他就不是我们的人，是红方。燕破月，在战争状态，运输物资时遭遇敌方破坏产生损耗，这也很正常。等化验结果出来了，证实了我的推断，我会写一篇报告向上级解释整个事情的经过。你就先把这些黄瓜拉回去吧，啊！对不起，真对不起，没想到弄成这个样子。好，去吧。你去哪儿了？去会会那个燕破月啊！所有人都在谈论他，我倒是想去见识见识他到底有多厉害。咱们拿第一手资料去。去哪儿拿呀？进演习区啊！你疯了吗？蓝军这么多人找他都找不着呢，你能找到他吗？依我看，咱们就拍拍得了。咱们大老远跑来就一定要采访到最突出的士兵，不上火线怎么能拿到第一手资料？咱们走3个多小时了，一个人也没有看到。我就说咱们跟着蓝军走，你偏不让，说要另辟蹊径。现在连回路也找不着了。我一路上就听你叨叨了，你烦不烦啊？蓝军找不着燕破月，那是因为方向不对。可是咱们这样走，也找不到他呀。燕破月，你给我出来！我是咱们武警部队的记者，我要采访你。你出来！你出来！行了，你快别喊了，一会儿再把熊给喊出来了。你甭吓唬人啊！这哪来的熊？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我们是总部记者，来一线采访的。你回去，让蓝军的人来救他。孙参谋，怎么又回来了？顾蒙被红军当人质抓走了。是燕破月吗？应该就是。不是让你们不要进演习区吗？顾蒙带着摄影师偷偷溜进去的，说碰到了燕破月被设了埋伏，还抓走了顾蒙，让我们赶紧去营救。还有那个摄影师是新调来的，说要报告上级，说我们不配合他们的工作，置他们于危险不入。
在什么区域发现的？听他的形容，应该是在 D 区。快，通知剩下的人留15个回防基地，20个去 D 区营救，剩下的人去临近地区的 C 区包抄搜索，以防这小子声东击西。一旦发现目标，马上收口。是。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不好意思啊，委屈一下。你干嘛？我可是个记者。真是个记者？你来这儿干嘛？采访啊，准确的说，采访你。我以为是他们的间谍。我怎么可能是个间谍呢？确实不是。我搜过身了，没有任何的可疑装备。你趁人之危，你还什么猎豹第一呀？他们把你说的那么深，我看你不过就是个……是吗？你干嘛？你还有没有纪律性啊你？我只是想让你这位漂亮、气质不错、看起来家庭背景也不错，把走进军营当作是一场游戏的大小姐明白，穿着军装却恣意妄为地跑到战场上，你的自以为是会害死多少人？救命啊！有没有人？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有没有人？救我！救命啊！班长，咱们出来是干嘛？我问你救人啊！你看叶鹏选这个位置，前面是一块空旷地，出去就是活靶子。靶子怎么了？这只是演习，就算这是真的战争，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一个礼堂就被绑在那里啊！不救啊！救命啊！有没有人？救我！救命啊！有没有人？班长，班长，唐六，到，带2个人把攻击者抢过来。是。小心！老六，快停下！你已经阵亡了，还在公然违反演习规定。再往前，你还有什么脸说燕鹏岳？燕鹏岳，出来！出来啊！你就是个混蛋！你给我出来！快回来！送人头吗？别打过来了！别来了！别来了！混蛋！混蛋！出来！你们3个。没事没事，别怕啊，没事。燕鹏岳，你个混蛋！我害你，我害死你了！独自一人作战的感受，就像潜在水中，只有无穷无尽的安静。最难的不是伪装潜伏，不是寻找食物，而是没有人可以交流。以前，我以为有我自己就足够了。可是现在我会想，有一天在真实的作战中，千万不要陷入这样的境地，孤立无援。你拥有的只有你自己。
快！历时7天7夜，终于结束了，啊！哎呀，老刘，别愣着了，赶紧宣布啊！我宣布，本次演习结束。解散。老刘啊，生气呢？咱们哪次演习不是演习指挥部提前制定好的？谁攻谁守，谁输谁赢，剧本上写的一清二楚。所有的人必须按部就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。所以啊，你们这一次虽然占据了绝对的兵力优势，但是你们被旧有的思维方式所禁锢住了啊！还按照剧本演呢？告诉你，我们猎豹的规则，那就是从一开始就要钻进敌人的思维死角。老钱，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了，你觉得我是真的生气了吗？我是一直在想，如果这是真的战场，碰到你们猎豹这样的对手，我们能不能赢？结果呢？猎豹，尤其是燕破月，在这次演习当中表现得非常出色。他充分地利用了我们这次演习的规则漏洞，耍了一些小聪明。可是，你仔细地想一想，如果这是真正的战场，他见了血，见了自己战友的血，他会为了让敌人流更多的血而无所不用其极的时候，那他现在使的这些小聪明会变成什么呢？红蓝对抗演习结束，请各单位到蓝军演习基地集合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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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哎，什么情况？演习不都结束了吗？怎么回事？谁呀？报告，集合结束了？还没有，燕破月没有参加集合，他还在攻击我们蓝军的士兵。什么？再说一遍，他还在打我们的人。老钱，这什么毛病啊？什么情况？你的人？燕破月，我是秦松，演习已经结束，演习感应系统已经关闭，我命令你立刻返回蓝军基地集合，立刻返回蓝军基地集合。燕破月，我是秦松，演习已经结束，演习感应系统已经关闭，我
我命令你立刻返回蓝军基地集合，立刻返回蓝军基地集合。严伯岳，我是秦风，演习已经结束，演习赶紧起头，已经关闭。从这儿到这儿都需要派人去搜索。我们已经把所有人都派出去找了，还是没有消息。我们的人都找过了，没有。到现在还没回来，该不会遇到危险了吧？这臭小子估计是打上瘾了。这样，梁队长，我去吧，我亲自把他找回来。